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目前的市场行情仍然不容乐观，整个加密货币的行情是应跌尽跌。大家如果有定期的收看我节目的话，应该至少还是避免了被割韭菜了因为我最近一直给大家强调的是不要买入，不要买入，接下来不是很看好，市面上呢也没有啥上涨的迹象嘛。除非是宏观经济放宽松，并且币圈的用户且是买比特币、以太坊的用户基础，在现有的用户基础上再翻个2、3倍、3、4倍，才有可能去泡沫，才能上涨。那么问题就来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加密货币现在的各种暴雷呀、跑路呀、腰斩的丑闻，以及郁金香的笑话，已经是圈外人人尽皆知了。别人看咱们笑话还来不及呢，你说你现在去推广什么比特币、以太坊，让别人去买比特币或者以太坊呀、矿机之类的东西，你看有几个人相信？是不是？现在很多各位观众，我相信你们有很多人在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当中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炒币了。你如果说的话别人可能会对你投来异样的眼光，甚至直接嘲笑你，对不对？有这种情况的，请留言打个1那你看整个行情，包括外部的公信力、信心都不足，你现在去推广加密货币，有几个人愿意买呢？就算他愿意买，他敢买，买进去就被割。对了，一说到这种情况你买进去就被割，那么比特币、以太坊想要重现牛市的话，应该再加上一个条件，那就是短期内有大量的人进场，尽量要远远大于放量的好几倍，且速度也要快，才有可能造成上涨。你不要说进来一点人了，然后又割下去了，进来一点人了，然后再割下去了，那这样的话对整个盘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然了，可能对庄家或者项目方有一定的好处那么问题又回来了，谁愿意进场呢？比特币、以太坊还有矿机，大家纵观一下，现在加密行业包括矿机行业，真的就是10赌9输10个人里面有9个人都是亏钱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再去推荐人进场了吧？加密货币的用户基数也很难再上涨了吧？甚至呢，它不萎缩都算不错的了。而事实情况呢，是加密行业的人也都在逐渐的萎缩我没有乱说吧，没有胡说吧？来讲主题吧。今天我们主要来说3件大事儿一个是 SBF 被引渡的事儿，那这中间牵连出了很多令人震惊且心碎的内幕还有呢，就是美国交易所下架 ETH 的事儿然后呢，就是大陆这边出现了大面积高效率的染病的情况的一些细思极恐的内幕。好，我们今天来讲一讲这些事儿。OK， 在讲正题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先来说一下 FTX 的老板 SBF 被引渡的事儿前几天呢，传出他在巴哈马被逮捕了，然后呢被关押在巴哈马的监狱里面差不多也就是用了1周左右的时间吧。SBF 就在昨天签署了引渡协议，要被引渡回美国了。那有人说 SBF 是因为受不了那边监狱的环境才愿意被引渡的，但是面具人我觉得SBF 应该是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躲，也愿意被引渡，否则呢他应该是像都抗一样，就是那个 Luna 的老板，直接人间蒸发了，先躲起来，能拖一段时间算一段时间吗？等风头过去了以后再说。可是 SBF 我们大家都能看出来，他一直没有躲，为啥呢？这就和他的 FTX 的债务有关了。FTX 暴雷，留下了100亿美金左右的债务亏空，这个钱在当时看SBF 是还不了的，没办法，只能暴雷了，破产了，是吧？可是随着 SBF 的破产重组和清算调查发现，FTX 的状况并没有那么的差，
清算机构清算到目前，归集了 FTX 的各种资产，包括各种加密货币呀、债券呀、房产呀，各种资产加起来，差不多有40亿美金的价值。其中加密货币的资产就有20亿美元。这还只是熊市啊，币价大跌了，这个价钱有折扣啊。就这还有20亿美元，那如果说市场有好转，它的加密货币还能再值一些钱，能更贵一些。不过就目前来看，它现在的这些玩意儿加起来的总价值都有40亿美金左右。然后呢 ，FTX 在美国司法部授权持有资金的金融机构呀、银行当中，有好几十上百家银行啊，都存了很多钱，这些钱汇集到一块儿啊。现金资产差不多有7.2亿美元的现金资产，还有5亿美元已经由美国机构持有给回收了。那7亿加5亿已经有12点多亿了啊，7.2加5嘛，12.2亿。那在日本呢 ，FTX 还有1.2亿美元，在一家信托机构里面呢，还有4.32亿美元。那这些钱加起来，差不多就是1.2亿加4.23亿加7.2亿加5亿，总共应该差不多有18-19亿美元。结合之前的40亿美元的资产加起来，一共是58亿美元啊。而在 FTX 的债务当中，用户存款占有了差不多是80亿美金左右，股东投资的占比有20亿美金左右。那这股东的20亿美金咱们先不说，因为它是股东投资，风险共担，赚了就赚了，亏了就亏了。股东的事情后面他们再拉扯，这不是优先事项，因为你作为股东，你的钱是要跟公司共存亡的。所以说呢 ，FTX 总共的100亿美金的债务，其中最重要、最主要的是80亿美金左右的用户存款。我们就仅从用户端来说，这80亿美金啊，其实泡沫并没有多大，因为 FTX 在已经爆掉了的情况下，它还有58亿美金左右。那80亿的58亿，这中间一相比啊，其实它的漏洞不算太大。如果要按照它爆之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啊，没有那么多的什么亏损呀、砸币价呀，包括很多人跑路呀，那么 FTX 的窟窿应该也就只是有20-30%的亏空。它在爆雷之前的资金情况肯定是要比爆雷之后要好得多的。它爆雷之后还有58亿，那爆雷之前应该能有个60-70亿吧，所以它的窟窿并不算太大。咱们就按照20-30%来算嘛，在公司运行当中啊，20%到30%的亏空是可以接受的。很多公司啊，它运营不善，或者是面临行情压力、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亏空。那这种程度的20-30%的亏空，并不算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就按照目前爆雷了以后，这些钱啊，58亿拿去清算啊，首先优先要赔付给美国人，赔付100%。那剩下的钱呢，就可以赔给外国人。那此消彼长算下来的话，美国人多拿一些，外国人少拿一些。那外国人少拿一些，也能拿回来个3-4成。所以来说呢，各位观众啊，如果说这个清算顺利的话，美国人都能100%回本，而外国人呢回来个3-4成。等大家的这些钱被清算回来了以后，肯定会有人思考啊，钱差不多都回来了，那这个事件是不是有点摆乌龙了啊？本来好好的交易所，你不搞它，它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的。那我们的钱可能就不只是仅剩这么一点了啊，那我们可能会毫发无损。结果呢，咱们币圈的皇上硬要搞出这么一个烂事儿。本来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你们也都看到了，在 FTX 爆雷之前，整个市场是有欣欣向荣、向上抬头的趋势的。可是呢，咱们币圈的皇上硬要这么搞，要搞斗争，要敢于亮剑，要有战狼精神。结果呢，就是把 FTX 硬生生给搞死了。然后呢，整个市场，包括你和我，所有炒币的人都给他陪葬了，整个市场砸下来了。FTX 也爆雷了，炒币的人也几乎都无一幸免的都亏损了。就他赵长鹏登上皇位了，成了币圈的皇帝了。其实我们从 FTX 的破产清算就能看出来，
58亿对80亿，甚至是60多亿、70亿对80亿，那这些资产亏损呀、亏空呀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毕竟它的这个牌子不被硬生生的挤爆，它也可以通过什么融资呀、招募合伙人呀，或者是搞促销呀、搞营销，完全可以把这个窟窿弥补上。这个 SBF 还是太年轻了，在处理这些紧急事件的时候，还是显得不够老练。如果说我们试想一下，FTX 在被挤兑的时候 ，SBF 第一时间把网线分批提现，或者是减缓提现，扛过这个挤兑的风波，那么它就完全不会出事儿。可是呢，我们实际观察一下。这个小伙还是说白了，让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太愣了从 FTX 被挤兑一直到他爆雷，他一直都没有拔过网线而且单日就能扛掉60多亿的提款。那你说拔网线这种事情虽然不道德但是呢，如果说能减少损失，能让大家扛过去，那也是可以的。拔网线这事儿不是咱们国产交易所经常用的事情吗？一出问题就拔网线，拔了网线了，不管是合约爆了，还是说币价不稳了，反正他先拔网线，拔完网线了以后你们韭菜该亏了亏，该死了死，是不是？总之呢，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已经发生了，我们也只能感叹呀，人祸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其实 SBF 它最终应该是不会坐牢的，因为如果美国的用户都能100%的清算的话，这些钱都能还回去，那他就没有什么法律责任了那至于国外的人，那这些钱至少也能清算个30%、20%。那至于他以后想要再补救再出一个什么赔偿方案的之类的活动的话，那其实 SBF 它最终的法律责任应该不是很大，而且这中间你要衡量是他主观的不想还这个钱，还是说他被搞了这些都是会在法院仲裁的时候提到的。咱们就单论，如果说他对美国用户没有造成什么损伤，都100%的清算了，那至于国外的，那可能还是要牵扯到一个引渡，或者说他怎么继续还这个钱。那如果说这个钱最终能还掉，那他就不用承担什么刑事责任、法律责任了。那至于他跟股东之类的，那就是商业纠纷了。那大家都投钱了，风险共担，这也不存在上升到刑事上面。那至于 SBF 后续会做什么事情，我想大家应该都不用多猜了现在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SBF 已经在慢慢缓过劲儿来了。那至于他缓过劲儿来会做什么，很明显嘛，谁把他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对不对？包括美国的政客、美国的政府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一个外国人能对我美国搞长臂管辖，能随意的处决我美国公司，这些事情都是不可饶恕的接下来呢，好戏还在后头，我们接着看就能明白了。而且 FTX 的这些股东也不会放过咱们的币圈皇上的，因为你想嘛，本身人家好好的在做生意呢，你把人家搞死了，那股东也都跟着亏钱了，是谁搞的是谁搞的就找谁。FTX 里面的这些股东可都不是一般人都是有钱、有实力、有地位的人，甚至还有国家总统呢。对吧？那新加坡的这个大马西是不是直接就把那个币安给禁了？对吧？我告诉你，后面的大戏还多着呢。这些股东也都不会放过咱们币圈皇上的。而且我们抛开股东就说这些散户他们也不会放过赵长鹏的，因为最终清算完成了以后，散户们投资的钱也都回来了七七八八了，尤其是美国人100%都能回来。外国人呢也能回来个3、4成、2、3成，结果呢钱都回来了以后，搞了这么一个乌龙，至少人家 FTX 能给你偿还很大一部分的钱，那么大家就会思考了钱还给我了，那我多少都会消气，甚至会原谅 FTX、SBF， 而反过来我就会思考了，那搞了这一圈乌龙是谁在搞事情，谁弄出来这么一个烂事儿？对不对？我相信正常智商的人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吧。本来没多大的事儿，
大家各自做各自的生意，打开门做生意，赚自己的客户。你硬生生的要把这个事儿闹大闹翻，搞得所有人都受损，所有人都担惊害怕，谁搞的啊？那既然 SBF 把钱都还的差不多了，我现在气也消了，那我现在就要考虑是谁在搞事情，本来没事的事儿硬要搞成这么一个烂事儿啊！你觉得这些散户股东能放过赵长鹏吗？但是呢，皇上就是要定于一尊，就是要当币圈皇帝，硬生生的把 FTX 干死了。然后呢，我们所有人都跟着陪葬了。本来比特币、以太坊都涨上去了，现在呢又砸下来了啊！哪个人没亏？哪个人不倒霉？是吧？你不光是 FTX 的用户，所有人都倒霉了，是不是？哼，面具人，我不得不感慨啊，哎，这人呀，就像我上期节目说的一样，中国人呀，损人不利己，他不斗就不行，他就是要亮剑，而且亮完剑了以后呢，自己也未必好受，损人不利己。你看咱们皇上这段时间啊，唇亡齿寒了吧？把别人搞掉了，那你想想出来混不用还吗？啊，你搞别人，别人不会搞你吗？啊，就这样来回斗，来回斗啊，你斗来斗去有个啥意思吗？你自己都不嫌操心，你自己都不嫌累呀？啊，中国人真的是狠呀！哎，狠起来连自己都割，连自己都咬，连自己都斗。哎，好了，不说这些负面的东西了啊。我上一期节目在描述一些咱们国人的一些思维上的神经病啊，讲的是比较多。有兴趣的可以先回看一下我上期节目啊。好，再来说一下美国的算是第3大交易所吧啊，仅次于 Coinbase 和 FTX 的。也是一个合规交易所啊，这个交易所的名字叫做 Paxful。这个交易所在国人当中名气可能不是很大，很多人不太了解。但是呢 ，Paxful 在美国的名气、用户量还是杠杠的。他昨天啊就宣布了要下架以太坊，原因呢是因为以太坊太过于中心化，而且不透明。他们官方在公告里面说的话呢也是比较难听的啊。他给出的理由是，以太坊是1160万加密用户的威胁，他担心以太坊的凭空铸造能力。说的意思就是，以太坊项目方手里面的币是无限的，随时都有可能铸造，而且随时都能割韭菜。确实是啊，以太坊里面有太多不透明和不公平的条款，矿工说杀就杀，币说不给取就不给取，什么时候升级，什么时候让你取钱啊，能取多少都是项目方说的算，对不对？他想咋样就咋样，他说啥就是啥。那这个问题啊，面具人我也很早都抨击过，不过很多人还是信以太坊这一套嘛。据说以太坊在2023年3月份左右啊，要开放提款，搞它的那个上海升级。如果说2023年3月份能开放提款，那到时候啊，肯定会有巨大的抛压的。再加上你看，美国的第3大交易所也开始挤兑以太坊，我估计啊，后续 Coinbase 之类的，包括有关的美国政府部门也会陆续跟进啊，做出一些不利于以太坊的事情。因为毕竟以太坊的背景啊，往深的说，跟中俄也有关，所以呢，以太坊的币价我也不是很看好。哎，你现在不管是以太坊还是比特币，它卖的只是一个信仰。它并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服务价值、产业价值，它是一个纯泡沫。你信它值钱，它就值钱。如果说大家都不信它值钱，或者说是认为它会跌，那它就不值钱，明白了吧？好，再来说最后一件事儿啊，我先给你们看个视频，来，你们看一下。天空上出现了个奇怪的现象哦，真的很奇怪，天上掉下全部是羽毛。你看多少只鸟才构成刚才这个样子？你看全部都是鸟，好奇怪的现象啊，像下了雪一样的。各位看到了吧？天上毒死了好多鸟，毒死了好多鸟，听到没？啊，把你也送去毒死，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一看到鸟死掉了，我这个心里面啊就咯噔咯噔的。那这天上毒死了好多鸟是怎么回事呢？哎，怎么回事？我先不说，你们可以看看中国老百姓的留言是怎么说的。
来，你们看这些图片上面的留言，来，你仔细看一下啊，看到没有啊？我给你们5秒钟时间，你们仔细看一下啊，5、4、3、2、1、0，叮咚，时间到。哎，我告诉你们啊，在中国现在天空上出现的怪事儿还不仅仅是掉了满天的鸟毛，鸟被毒死了，其实不只是鸟死了啊。很多地方晚上还能听见空中有东西爆炸的声音。其实早在半个多月前面具人我就预感了，我也发油管社区帖子了我说皇上有可能会再次放毒，而且我在那期节目还讲了习近平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在节目里面直接就说出来了，放毒。因为放毒了以后，你们老百姓想要解封是吧？解封就解封，解封了以后呢，看大家都感染了，都阳性了是吧？还是证明我共产党封城封得好，守护你们的安全。那现在放开了打你们的脸，然后呢，应阳尽阳，应染尽染。很多老人得了这个病扛不过去了，那你就去死，明白了没你说像那些60、70岁70、80岁的老人被割了一辈子的韭菜了，现在年老体衰了，也割不动韭菜了，没有生产力了，反而呢，他还要领你国家的养老金、医保、社保。那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累赘负担。你们可以去网上搜一下什么北大的教授呀，知名的画家呀、主持人呀、足球运动员都得这个病挂了那你们再细思极恐一下，这些社会有地位的、有权利的这些名人他们都能挂掉。那至于很多根本就默默无闻、无人关注的一些平民老百姓挂了，那可能连声都发不出来，你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挂了，对不对？我在上一期节目已经把为什么皇上会回过头再放毒的可能性和这个利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有兴趣的可以回看一下，我把链接留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那至于我说到放毒了，肯定会有人反驳我说不可能，共产党没这么残忍，怎么会对自己的老百姓放毒呢？至于会不会放毒，是不是放毒我给你们一个逻辑，你可以思考一下，你仔细想一下这个现象之前虽然说有风控，在风控的时候，是不是人们也是天天定时定点的在楼下扎堆做核酸，排队排一长串，是不是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个时候人们都不怎么感染，那现在放开了难道说人们不扎堆了？人们还是要扎堆呀，扎堆的情况不变，为什么那时候你们可以看看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呀啥的，在那时候有没有说这么高效率的大家都得病了？可为什么到了现在一说放开了，扎堆的情况没有变最多呢可能是人员流动稍微广了一些，那也不至于家家户户你的亲朋好友、你的老妈子、你的妹妹、哥哥、姐姐、弟弟都阳了。好家伙，这传染率接近90%了怎么就传得那么快呢？面具人，我问了几个周围的国内的朋友都得了，几乎没有例外我调查的样本可以说是100%我说90%都是打折扣了你们有没有想过好家伙，这个疫情都过去了3年了，现在这个传播效率比3年前刚爆发的时候还要猛，还要快那咱们就细思极恐一下，妈呀，这共产党做事儿你有时候往坏的想，真的是恐怖呀，地狱呀，荼毒14亿人，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之前说风风火火的让你们打好东西，打完了以后呢？打完了以后照样得吗？是不是？你们看看，死了这么多名人大腕呀，但是中国人不会觉得有啥问题，他不会觉得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问题，他反而呢会自我反思、自我检讨。他会说你们闹什么白纸革命，要自由，要解封，结果呢解封了，死了这么多人，还是习近平说的对，要风控，要清零现在甚至有很多人都怀念要把这个放开的城再封回去这样呢才能保证大家的安全他从来不会去想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高效率的传播？为什么打了好东西以后防不住，
为什么啊？之前天天排队做核酸就不会传播，然后呢，现在一放开了，哎，传播的是史无前例的快，几乎每个人都得了。他不会去想这些逻辑性的问题，用人脑思考对中国人来说太复杂了。中国人只在乎啥吃得好，啥住得好，怎么生孩子，就是那牲口3要素：吃饭、繁殖、筑巢。死了这么多人，这简直就是大屠杀呀！可是中国人会不以为然，觉得这挺正常的啊，又不是死我一个，要死大家一块儿死，又不是我一个人得病了啊，别人都得病了，大家都这样呀，是不是？因为别人过得不好了，他过得也不好；因为他过得不好了，别人也过得不好，所以他心里面就平衡了。面具人，我之前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个民族一直多灾多难？那可能是因为这个民族认为多难兴邦这个千锤百炼，遭受苦难就可以让人提升，让人锻炼。我其实给我自己的一个我能接受的答案，为什么这个民族一直在遭罪，在遭难？我能想到的答案就是这个民族你想一下，一个能死了几千万上亿的还不觉醒，还不觉得有问题的民族，那证明这个民族无可救药。死人是不能刺激他们的，明白了吗？只有谎言和画大饼能让他兴奋各位，不知道你们怎么看？留言告诉我。那别忘了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你看，如果说你们前几天上个礼拜有看到我前几期节目的，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了，皇上会再放毒。如果你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防护、做准备，你现在应该是安全的。但是你们不看我的节目，那我也没办法。祝你好运，我们下期接着聊。